大家好，我是大蜡烛。这次视频咱们通过一个今年热门的文学奖获奖小说，简单讨论一下文学价值这个话题。夜晚的潜水艇是一个短篇小说集，这2年得了很多的奖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上天给你一种能力，让你可以创造出伟大的作品，但也会提前告诉你，你活着的一生作品不会得到任何认可，你愿意接受这种设定吗？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与这个问题会很类似。故事的主人公叫老叶，老叶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文学爱好者，他长期坚持写作，不过他只能在网上写写自己在小县城里的生活，对文学圈的人来说不够有新意。忽然有一天，老叶的博客断更了，这对他来说是极其不正常的。虽然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作品比较平庸，但是也一直笔耕不辍，从未放弃。因此老叶的忠实读者他的同事的儿子小陈疑惑之下怀疑老叶可能出事了，找到自己的爸爸打听，爸爸只说应该是人老了写不动了。小陈接受了这个理由，直到有一天他午睡醒，突然又顺手翻到了老叶的博客，一篇他从未看过的小说跳了出来。这篇小说是小说，但又像是日记，似乎解答了断更的疑问。老叶在博客里写道，有一天他在公园的假山亭子里遇到了另一个老头，要跟他探讨文学。老叶和老头畅聊起来，聊到兴起，老人忽然问，如果你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但只有你自己能领受，只有你自己能看到，无论你生前或死后都不会有人知道你的伟大，你愿意过这样的一生吗？老叶自认为对文学很虔诚，立刻回答愿意。老人听了后送给了老叶一支笔。老叶接过笔的时候，突然发现身边环境不对，他们坐着聊天的公园假山亭子好像多年前就已经被拆了。就这么一感觉老叶一下子惊醒了，原来这一切都是梦啊。他淡定地安慰了自己。等他提起笔打算再写点东西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看自己以前写的东西都像垃圾。老叶忍无可忍，把以前写的东西都删了。他对写作有了全新的感悟，提笔写下自己更好的构思，简直下笔如有神。写完稿子的老叶非常满意把作品文档发给了编辑。编辑很快回复道，叶老师，您为什么发了一个空白文档？老叶惊诧之下赶紧拿了写了字的稿子给自己老婆看。老婆问他为什么要拿一沓白纸，老叶试图把手稿拍成照片，拍来拍去别人都看不到字，他甚至大声把稿子念出来，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老叶给周围所有人看，但他绝望地发现，没人的时候他能看到他写的那些字，但一旦有人来了，这些字就消失了。绝望之中，他想起之前的这个梦，灵光一闪，这些是不是都是那支神奇的笔带来的奇迹呢？此后老叶醉心写作，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狂热的创作，写山写水，写月初时湖面一瞬间的闪光，写1秒钟内世界的横截面。他陶醉在自己的文字里，如痴如狂，文字在他眼里变得有形，可以笼络无穷的空间。他觉得自己对写作的理解上升到了神的高度，但是渐渐的他开始自我怀疑起来，没人可以看到他的写作，没人能懂他写出来的那些不像凡人能写出的文章，甚至家人怀疑他精神出了问题，因为他狂热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对着一堆白纸说是自己写的文章。作家自己也开始动摇了，他不知道自己经历的到底是真是假，甚至觉得要是当初没有得到这支笔就硬写，说不定现在也能写出被大家看到的不错的作品。动了这个念头之后他就开始做梦，梦里试图把笔送出去，他挨个问很多人，只有一个女孩最后回答说我愿意。等他醒来后他打开笔记本，发现全是白纸，笔真的被送走了。他再也看不到那些浑然天成的文字了，甚至他试图回忆，脑子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想不起来。他试图强行写点东西，但是现在敲下的每一个字都粗粝不堪，他自己都看不下去。这种折磨细小而绵长，像鞋中永远倒不出的沙粒。于是老叶只是完成了一篇日记，这位作家就再也不写作了，甚至再也不阅读了，因为他认为真正伟大的文字都是我们看不到的。这个故事是短篇小说集中的一篇，名字叫《传彩笔》，作者是90后新锐小说家陈春成，他是去年到今年国内最受瞩目的小说家之一，他也获得了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首奖。我也很喜欢这个故事里提出的问题，如果你能写出伟大的作品，代价是没任何人能看到，你愿意吗？这里面对于热爱写作的人来说，其实有挺多层理解的。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本质是在讨论文艺作品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另外，我觉得这个作者对罗兰巴特作者已死的理论也有一些思考。我们先讨论一下浅薄的商业价值，后面再讲文学本身的价值。
现在看作家财富榜单，经常会看到说谁有名了，谁身价值钱了。但在1992年我们国家全面进入市场经济之前，文艺工作者们是很少谈谁的作品值多少钱的。那时候没有艺术品市场的概念，大家讨论的也是探讨用词好不好，立意好不好。后来一部作品的改编权可以分为电影、电视剧、漫画、动画等等，在各种榜单包围之下，大家对文学价值的探讨少了，对文学价格的探讨多了。文艺作品的价格是一直在变的。大刘没火的时候，《三体》最早影视版权据传只卖了10万，现在《三体》影视的改编权按亿来算，而梵高活着的时候，一辈子只卖出去过1幅画，卖了400法郎的红色葡萄园。莫言没拿奖之前，影视版权在100万到200万之间，拿诺贝尔奖之后，一夜间长篇影视版权价格翻了好几倍。从这个逻辑看，因为看的人多了，价格自然得贵起来。然而一本好书，大众出版版本是一个价格，孤本又是另一个价格。好东西能看的人少了，自然得贵起来。按理说，文艺作品从被创作出来那天开始就不再改变了。那未来影响它价值的变量是什么呢？如果是认可是共识，那其实会有一个作家超越时代越多，作品的价值反而更低的逻辑。反正一个作家超越时代越多他忍受低价值的时间就越长。那前面的故事还有一层问题，就是如果没有认同感，文学到底还存不存在？被读者看到、被认同，不仅是作者和图书市场的追求在一些文学评判家眼里，读者甚至是文学的一部分。比如艾伯拉姆斯就认为文学是一种活动，文学之所以能够成型，作品、世界、作家、读者这4个相关的要素缺一不可。那当然还有一个更经典的理论，就是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理论，经典到所有的文学创作者都要探讨这个话题，发表一些见解，也是文学专业的必考题。在罗兰巴特前，人们深入研究一个作品时，主要的工作是要了解这位作家的生平，要看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要先懂作者这个人。但是罗兰巴特在1968年发表了一个论文，明确地宣布我们之前很多文学理论是有问题的。他说，作品的诞生就意味着作者的死亡，因为当作品写出来以后作者就没有阐释他的权利了。文本不应是特定时代中个人经历的附庸，文本的生命远比这要多样，颠覆了以作者为中心的旧结构，文本恢复了自由，建立起以读者为中心的新结构。这个理论的提出有巨大的意义当然他提出这个也是受所需要的结构主义的影响的。后来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两个派别还是会有争论。那这个短篇小说其实也用了一个很极端的手法，如果作者和读者是一个人怎么办？没有更多人能欣赏的文学作品，是不是就不存在了？言语是重要的媒介，索绪尔说，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那文学减去媒介，又会剩下什么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老叶从来都没有得到过那支笔，或者说本身这些写作过程确实是梦境呢？总之，对坚持作品价值原则的书商和作家来说若不想转投畅销书必须要耐得住寂寞，等待市场和读者的重新发现。很多优秀的创作者在这个阶段都因为生活困顿或者是无人共鸣放弃了，好作品被埋没，这实在太可惜了，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的损失。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为了让有才华的创作者更早被看到，让文学保持文学性的同时更早被市场挖掘出商业价值，著名的瑞士奢华腕表品牌宝珀联合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国，共同发起了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致力于发掘并鼓励优秀华语青年作家。这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针对青年创作者的文学奖项。理想国出版社的书我个人都觉得比较有品位宝珀也是非常具有创新活力的品牌，曾经也赞助过我们频道。每一年宝珀都会邀请国内重量级文学艺术家做评委，从第1届到2021年第4届，苏童、阎连科、戴锦华、贾樟柯、金宇澄、张亚东、阿来等都担任过评委。从2018年到2021年除了双雪涛、班宇、沈大成这些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也让很多曾经籍籍无名的作家进入我们的视野。像今年首奖得主陈春成，在夜晚的潜水艇出版前，陈春成只是一个豆瓣写作的文学爱好者。夜晚的潜水艇是他的第1本也是唯一1本小说集，得奖后迅速登上了当当小说销售榜单的第26位，排在前面的25本作品都是早于2020年出版的名家畅销书。除了陈春成这届的作品还有这些，每一本都是这个时代文学的印记，都值得收藏品读。卓越的腕表和卓越的小说之间遵守相同的价值观，那就是要反复雕琢打磨，才能成为穿越时间具有伟大价值的作品。宝珀的腕表里不乏向艺术致敬的痕迹，像宝珀著名的武士群系列，它的名字就起源于莎士比亚的一部作品《暴风雨》。正是宝珀对价值观的坚守，靠长期的坚持和信念，成就了宝珀奢侈的品牌印象。
在这个时间和阅读已经被碎片化的社会里，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加专注地做事，去做时间越久、价值越多的事。愿你道路悠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我是大蜡烛，我们下期再见。